到了這個 AI 時代啊，感覺我們要做的事情反而變得更多了。去區分哪些應該是我做的工作了，哪些應該是 AI 做的工作了。它的主要操作就是出一張嘴，我们会变成是下这個指令，你在下面講話就好，人不要再去操作軟體。歡迎大家來到超級個體工作術第6場。那今天這場呢，我們會邀請到電腦玩物站長 Ether， 然後跟我們來聊聊 AI Agent 跟內容創作，甚至未來的知識行業可能會有哪些的變化。剛好最近很多人都在聽，就是在社群媒體上看到 AI Agent 啊、Cowco 啊、Codex， 然後 Ether 最近落格了新的文章也在講他怎麼使用，所以我們就特別把他找過來聊聊這件事情。Hello， 大家晚安。Hello， 雷蒙晚安。我是電腦玩物的站長 Ether。我們又聽到電腦玩物站長 Ether 溫柔的聲音了。好，我們今天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就是我就是一個很激動派的問答，然後 Ether 就會很沉穩的坐在那邊，慢慢的跟大家分享他的生產力的智慧。這樣，其實3年前我們做一個小小的訪談嘛，那個也有上到我們的聯盟30的 Podcast， 我寫一個部落格的長文這樣。那當時算是還沒有 AI 的大時代，然後我們那時候在聊的就是怎麼把生活專案化。就不要讓你的生活這麼無聊，而是可以把它變專案化，因為專案會持續推進、持續進化、持續有行動、持續有學習。那文章寫到就是 Ether 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價值觀啦，跟他怎麼跟他的小孩子互動啊，我覺得非常有趣。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 Google 上搜尋雷蒙空格電腦玩物 Ether 就會找到哦。好，那我想要請 Ether 聊聊看，就這3年，你有什麼樣的一些變化跟改變嘛？不管是你的工作啊、工具啊，還是你對於生活專案啊的一些看法。我覺得其實到了 AI 時代之後啊，我反而覺得我們多年來，包括雷蒙，我們去研究的那個第二大腦知識管理的方法，我覺得反而在 AI 時代讓我們更加進入狀況，更容易馬上發揮去效果。多年來在 Evernote 累積的東西丟上 ChatGPT， 我馬上就有一個已經準備好可以工作的這個助理，然後跟我問答之間就是我已經累積了多年的工作流程、工作經驗，然後可以來開始跟我去進行更進一步的這個工作處理。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其實工具上我其實還是沒有太大的轉換。我大概是全台灣唯一一直還在用 Evernote 的人。然後當然他最近半年來也一直在更新這個各種 AI 的功能，比如說就像 Notion 啊、Obsidian 也有的，讓 AI 去讀你的筆記庫啊，讓 AI 去改你的筆記啊，等等等等。然後像最近 Codex 推出了那個一些外掛，它可以直接在 Chrome 上面去調整。那這時候我也讓他去操作我的網頁端的 Evernote， 也做得蠻好的，還可以幫我整理筆記啊，然後重新再做一個專案任務。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工具本身沒有太大的改變可能也是因為我研究工具太多年了，我已經懶得再換工具了雖然我還是喜歡體驗新的工具，比如說 Cloud 啊什麼，我都用用看。那我發現這些方法都是可以彼此共同的但是它可以幫我把這個累積的資料庫持續的在新的這個工作流程裡面去實踐。那至於工作跟生活中呢，某個程度有點像是乘以2，或者是乘以4，或者乘以6這樣的感覺。因為我覺得來到了這個 AI 時代啊，感覺我們要做的事情反而變得更多了，想做的事情反而變得更多了。而且因為 AI 的賦予我們的能力，會讓我們覺得同一時間我可以驅動很多事情，某個程度也更充實但是某個程度也開始在思考說，在這個 AI 時代怎麼樣不要失速。我覺得反而可能是下個階段的問題。對，我覺得剛剛Ether點出了很多，剛好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其實當現在我們有很多既往的工作啊，開始可以外包給 AI Agent 去幫你做的時候呢，會出現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大家一定最常遇到，就是我到底要選什麼工具啊，什麼之類的。我現在目前判斷要用哪個工具有一個出發點啦，就是這個工具如果你的 AI 沒有辦法連接到它，基本上就可以淘汰它。就是變成是，如果用一個工具，你一定會把你的內容、你的資料，慢慢的還有你的操作習慣，在這個工具上使用嘛。然後，如果你的之後的 AI Agent 它沒有開放所謂的 API 好了，就是它沒有一個渠道或一個方式，讓你的 AI 可以去控制它的時候呢，你就會進入一個麻煩的狀況，就是你要自己去操作這個軟體。Ether 前陣子發一個文章，我覺得寫得非常好，我也很有共鳴。他說，人不要再去操作軟體了。以前我們花很多時間不管是我們在做第二大腦，還是什麼樣的狀況之下，我們會去上標籤，然後拉資料夾，然後寫就是摘要，然後把我們的筆記慢慢的變成一個比較網狀的結構嘛。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 AI 最強大的，對，但他去幫你操作這個軟體，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像剛剛Ether講的，就是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享受的是什麼。
就是剛剛醫生有講說，他把做簡報這件事情，他覺得可能很麻煩啊，我就讓 AI 去做啊。對，我自己現在也是一樣啊，就我接很多採訪，我都會讓 AI 先跑一波。不過我相信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流程啊，就是說我們不是在一個空白的 AI 裡面憑空問它，我們一定是有一個已經訓練好的，可能 AI agent， 可能是我的 ChatGPT，他在裡面已經了解過，比如說我跟他討論過很多的 AI 工作流程，甚至他讀過我的文章，他背後有一個資料庫。所以在這個環節底下，我讓他去爬梳我的這些內容，然後幫我來找出，比如說回答聯盟問題的某些思考的角度。那我覺得這樣才會是有效的。對對对，所以這個前提就是在於，就是我們有沒有讓我們的 AI 變得比較個人化一點。我們想要繼續展開一下，就我剛剛講，就人不要去操作軟體的這個文章啊，我覺得可以讓Isa稍微分享一下。你在這篇文章裡面，你想要跟大家講傳遞的一個你打破你過往工作習慣的一個認知會是什麼？不如就直接分享一個我這樣的體悟，它來源的一個經驗。就是其實，在幾年前，那時候 ChatGPT 裡面已經有一個叫做 Codex 的工具，不過那時候還不是 AI agent，它就是一個單純有點像 Web coding 啊，寫程式的工具。那時候因為好玩嘛，我們這種喜歡愛玩工具的人都會想要都摸摸看試試看。我就想說，這個可不可以來做一個自己做一個 RSS 的閱讀器啊？做了之後就開始抓雷蒙的文章啊，抓我自己的文章，抓國外的文章，覺得這樣還蠻好用的。那時候還是做出軟體界面。然後我得把一些訂閱的這個來源網址匯進去啊，然後做一做覺得還不錯，那就順便把它做成一個筆記軟體的形式，好，開始整理這些外部的抓進來的這個資料去做一些管理。因為也會想說，有一天如果我不再用 Evernote 了，那我可不可以用一個 Markdown 的資料庫，就自己儲存自己的這個資料庫來使用？那時候都還是做成軟體界面，而且因為那時候還不能這個像 AI agent 那樣自動把軟體做出來，所以還自己要去複製程式碼，或者要去同步那個 GitHub 啊。然後後來呢，去年還是年中吧，就是那個 Google 的 Anti-Gravity 出現了，你就不用去操縱那些很比較複雜的複製貼上程式碼什麼樣的動作。然後我就覺得那好像做這樣軟體變得更簡單了。那時候其實還覺得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個軟體，然後來處理工作上的各種事情。可是到了應該是今年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個小龍蝦出現的時候，那當然我們一定要去玩玩看嘛。我就讓他去讀我過去1-2年來，因為那時候1-2年開始 Web coding 的時候去做的那個 RSS 閱讀器 Markdown 的資料庫，然後讓他去處理裡面的資料，幫我找出我需要的。找一找我就想說，與其可以讓他幫我找資料，不如直接讓他幫我抓新的資料好。然後就說，你根據我的資料庫看看我喜歡看什麼，每天去網絡上爬出新的文章，幫我把資料抓出來。然後我就從那時候開始有個體驗，就是說，這樣我好像不要再去操作 RSS 的閱讀器啦，我好像也不要管我訂閱了誰的內容啊，我好像也不用去操作筆記軟體來去做那些功能，什麼連結啊、分類啊、下 tag， 好像全部可以讓那時候的龍蝦來幫我完成。那後來像是 Cloud Cowork 啊，或者 Cloud Code， 或者像 Codex 這種進一步的 Codex 出現的時候，我就把這個體驗一起帶過來。就現在我已經沒有再去用我自己寫出來那個 RSS 閱讀器跟筆記軟體了，我就發現我在 AI 對話裡面那些獲取資訊，然後請他幫我抓，然後幫我做成這種資料整理的筆記，甚至建立一個永久筆記的資料庫，好像都可以用對話來完成。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好像對我們來說會是更輕鬆更簡單，然後我們就不要去管筆記軟體操作的這樣的工作流程。為什麼我們現在我們2個人啊，其實越來越少去操作很多這種可能像不管是你電腦上的軟體工具啊，還是大家俗稱的一些 SaaS，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角色變成一個做這件事情的人，我們會变成是下這個指令，然後懂你要什麼樣需求的一個指揮官，或是一個大家講老闆，然後你就只有一堆的那個 AI agent 的員工這樣。不過我自己也有在思考說，確實有時候會感覺，操作一個功能按一個按鈕好像比較快啊，就與其你下一句話，如果那個按鈕就在旁邊，你按一下，然後就完成，好像會比較快嘛。我在想說，所以是不是真的不用軟體會比較方便呢？後來我慢慢想清楚的就是說，當你是一個工作流程的時候，比如說剛才聯盟提到的其實我是需要抓資料，抓資料的時候需要進行改寫，改寫之後需要進入某一個資料庫這時候它就不是一個按一下網頁截取就完成的事情。那 AI 解決就是說，它其實是個工作流程的問題。那有時候我不是按一個按鈕，我到了筆記之後我要分類，分類之後我要去修改，
做個表格，做個結構，還要再下個連結。當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我會慢慢體驗到說，感覺到應該用 AI 來幫助我們，而不是我們要去操作這些軟體的步驟跟功能。接下來我們就會變成一個點，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區分哪些應該是我做的工作流，哪些應該是 AI 做的工作流。對，所以想要聽聽看，像Issa就是已經慢慢的知道說，原本是工作者，或是我就是一個大公司的員工好了。對，那我現在好像可以自己請很多的小助理，那我怎麼樣去做分工？哪些事情應該是我做，哪些事情應該是我的小助理們做？那這樣不如我來分享一個畫面來試試看，比如說就像今天，我怎麼抓到一個資訊，然後怎麼去準備整理雷蒙的這樣的一個直播的流程。如果我在一個 AI agent 上，我的操作流程會是怎樣？這個資料庫在管理我的各種我要獲取的各種外部的資料。我每天呢就自動會有個時間，它會去幫我抓這個現在叫做 X 的社群上面我會感興趣的這個相關的消息。那他怎麼知道什麼是我感興趣的消息呢？因為背後我有個資料庫，他每天要去讀我的資料庫去判斷什麼是我感興趣的訊息，然後接下來打開我的 X 社群，然後幫我去抓。所以正常來看就是要不就是 AI， 要不就是生產力。當我看到其中一個感興趣的，我就把它連結丟過去到我一個專門去處理建立我的外部資料庫的工作流程的這個 AI 助理上面，我就告訴他說，我有一篇我想試試看的這個想讀讀看的一個相關的文章，我就说，我看到一篇貼文，它裡面提到 Codex 的各種更多的工作應用案例，就像雷蒙剛才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我的需求是什麼，我的想法是什麼，我的問題點是什麼，就是把我的一個核心的觀點，一個核心的需求告訴他。讓他不是只是單純把這篇文章摘要出來，而是從我的需求、我的想法，去把這篇文章我真正想知道的內容抓出來給我看。但我現在是這樣的，我甚至連我的資料庫，我之前說的我做的那個筆記軟體，我都不進去，因為呢，他自己會把這個 Markdown 的文章就展開在右邊給我看，然後他在裡面會根據我想要的邏輯解釋給我聽，這篇文章到底是什麼重點，然後根據我剛才給他的那一個關鍵點，就是我的需求、我的觀點，幫我摘要出我真正想看到的。比如說裡面提到了一些自動設計的方法啊，幕僚長的應用啊，等等等等的。然後我就想說，從裡面挑出我真正需要的。這時候啊，其實我還是會用 Evernote。那這時候我就會把它整理回的 Evernote 的筆記當中。就是說我讓 AI 去處理的是那種類似外部參考資料的資料庫。好，然後它這樣子筆記整理完成了，它就會倒進我的這個資料庫當中。然後這時候我的資料庫就開始累積很多內容。所以當我今天要準備雷蒙的這個直播講稿的時候，我就先問他，我有一個雷蒙的專訪，然後我就貼上你給我的那個訪綱，我就說你來幫我找找看，如果根據這個雷蒙想問的題目，在我既有的資料庫裡面，你可以抓出哪些對應的內容，然後可以來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是因為他也是我的資料，也是我的知識嘛，但是他給我之後呢，我其實會做一個手動的動作，就是我會把它貼上我的筆記，我開始做一些調整跟修改，就是我真正想要講的，不會完全用 AI 的東西。改完之後呢，我再丟回給我這個 AI agent， 我就告訴他，下面是我改好的這90分鐘我想講的一些關鍵的內容，但是呢，裡面有些案例在你這個資料庫裡面，你要幫我找出來一些相關的東西，然後就會列出一些我可以舉例的東西。這時候就會包含剛才的，我其中一個怎麼讓 AI 幫我截取資料做筆記的案例啊，然後或者是說背後我設計這樣的工作流程，又給他一個這個 AI agent 需要的那種專案規則。我覺得關鍵點就是，如果回應剛才雷蒙說的，不要操作軟體，就是其實還是要操作軟體的，就是要操作你的 AI agent 的軟體。對，但是 AI agent 軟體呢，它的主要操作就是出一張嘴，就是你在下面講話就好，你在下面跟他溝通，用講的跟他說，但是你不用去操作那個軟體的功能。有時候我會刻意想要增加自己一點摩擦力。AI 直接，它也從我的資料庫裡面給我一個，比如說專案的規劃、專案的流程。但某個程度啊，我覺得無論我怎麼控制、怎麼訓練 AI，某個程度都是雜訊太多。人真正在做一件事情，尤其我們關注生產力的人，我們最後是要做最精準、最精簡，但是最能夠達到效益的那個步驟，應該是要一個簡化的趨向才對。就是我做的越簡單，但是效益越容易達到。但是 AI 其實它有時候會給你一個巨細靡遺的東西，這個有時候會讓我做的太多，所以我自己反而會喜歡在這時候增加一點摩擦力，
在 AI 做完的東西裡面挑出我真正需要的，根據我們自己的工作經驗找出，這才是我真正要做的。我觉得這件事情蠻好，就真的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一个人就变成一個小公司的感覺啦。就是老闆他請了4-5個人，然後去查資料，然後去變成一個報告啊，然後去寫成文檔，然後最後給到老闆的時候，他可能是3疊資料。但是你身為一個厲害的老闆，你要抽出那個最重要的2張紙，然後他說哦，我最重要就是這2張，然後再在這2張上面做一些小小的修改。所以針對你自己喜歡的東西，你要增加一點摩擦力。我覺得剛剛那個伊瑟講的非常非常好，因為增加點摩擦力的時候，才可以有建立一個獨立的區塊，然後讓我們自己做好我們最重要的事情，跟享受其中。以你自己身為一個職場的老手，就你們現在整個工作環境，尤其是你現在又是知識產業的，你們的這個工作或協作的模式有什麼樣的變化，或是你覺得接下來會怎麼樣走嗎？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想要導入這個 AI， 這是感覺是在大多數職場上必不可免的趨勢。不過當然啦，比如說金融或者特別牽涉治安的產業，那保守一點是有道理的，因為你在這個環節你需要先以這個安全為這個第一優先的這個前提。那不過在想要導入的這個企業跟公司當中呢，現在大概感覺是有2種方向，一種是到底 AI 怎麼可以直接幫我們做一個產品的會，就是企業端其實最高層級想的是這件事情，但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難的。那職場工作者呢，目前我看到大多數其實還是各自努力，各自在想辦法把自己的工作流程，就是用 AI 來變得更簡單。我覺得有時候 AI 大家應該多想一點是怎麼把工作變得更好，因為 AI 幫你做到一些以前做不到的，然後以前你要花非常多時間去做，但你現在可以用比較短的時間把它做出来。這就是我剛才講的，我其實在我自己使用 AI 的過程中，我並沒有覺得我的時間真的減少的很少，但是我確實覺得我多做了以前我不會去做的事情，某個程度並沒有減少多少，因為我給自己更多想要完成的成果。那對於一般的所有的我們自己的工作者來說啊，我覺得只要抱持一種狀態，其實你就不太會擔心被取代，就是你會有在持續進化，然後優化你自己的工作流程，打破你自己過往你不太會去變動的一個工作模式。就是像剛剛伊瑟講的，就是你要去思考哪些事情是，你以前可能因為你的時間啊，因為你的工作量，所以你頂多只能把這件事情做到70分，但是現在你有可能透過 AI 幫助你，你可以做到90分，而且花的時間更少。我覺得大家今天會來聽這個直播講座啊，就是你會在一個禮拜幾？禮拜5的晚上，這麼好的一個時段，然後來這邊聽這個神奇的 AI agent 跟工作流的方式，我覺得你就是那群會進步的人。我最想看的還是那些最真實的工作經驗，最真實的工作方法，它真實的操作流程。它不是只有教我那個軟體的功能是什麼，它告訴我說，如果是我不會用這個功能啊，這才是我真正想看的文章。就是說，因為他的真實經驗發現這個功能其實是多餘的啊，當然一般人可能會需要，但是在真正的工作方法裡面，這個不需要使用啊，這是我真正想看到的。它的為什麼，它的理由是什麼？那這個我覺得 AI 也摘要不出來，你得實際去看那篇完整的文章，感受它的整個思考的流程，尤其操作跟操作之間那個轉折。好 ，AI 可能會摘要出第一步、第二步，它很難摘要出中間那個轉折的關鍵點啊。但是這是我要看的，所以我現在呢發文也變慢了，當然也是因為事情變多了。好，但是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盡量讓我每篇文章其實寫得更深入。就反正一般性的教學文章也不要寫了，因為這個 AI 都自己它內建就可以了。對，或者總是有人寫，然後 AI 會把它整理好，然後這時候你也只要看 AI 的整理就可以了，因為這個重點都已經在那邊了。好，但是我們真像雷蒙一樣，就是真正的一些工作經驗，真正的一些工作方法。好，如果我們作為一個還在寫作的人，還在分享的人，那以個人的角度來講，這就是我們剩下來要把握的東西了。就是為什麼會這麼喜歡看電腦玩物的分享，也就是因為電腦玩物基本上所有的工具的教學啊，然後分享應用啊，都是來自於他自己生活上哪些專案，可能一些旅行的專案啊、親子的專案啊、出版社的專案啊，然後放進來怎麼使用。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我會需要的。但是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那就變成是未來這個生產內容是要打什麼？其實我覺得會是變成一個叫 opinion lead， 就是你的觀點先行。我相信世界上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所以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求。我自己其實最近在上類似 AI 的課程的時候，我自己就常常喜歡講2句話，就是說你要讓 AI 做得好，
首先第一步，你開始做這件工作的時候，你要讓你的 AI 陪在你旁邊，跟着你一起學。那我其實覺得，如果你真的不擅長操作那種程式型的工具，我講的是比如說 Cloud Code 啊 Cowork 或者是 Codex， 其實我覺得用 ChatGPT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後但是你那個聊天串要分類好，就是每個聊天串你必須是一個獨特的任務，然後在上面你就開始，因為任何任務一定是從找資料跟企劃端開始嘛，這時候你就應該讓 AI 加入了。就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呢，要不你就不用 AI， 要不你要用 AI， 你不要只是偶爾做個報告才用 AI。我覺得不是，你要從工作的一開始就要用 AI，因為這樣他才會開始知道你要做什麼，然後學會你整個找資料思考的流程。你如果是中間插進去才用 AI，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前面在幹嘛，你要花很多時間去教會他，所以應該一開始就要用，然後在過程中他就慢慢學會。這時候你讓他幫你做個報告，讓他幫你寫一段文案，讓他幫你分析一個接下來的工作流程跟企劃，他就會變成跟你一起工作的真正有效的這個 AI 助手。也回扣到，就是真的，大家如果現在還沒有使用 AI Agent， 然後你又來聽得上你直播的話，我會建議真的就是給自己1個月付下去，你不要先付1年的，拜託，你就付1個月，然後30天之後呢，1年好像也沒有比較便宜啊，就你就付1個月就好了，然後你就30天之後呢，你身體會告訴你，因為你就30天真的就按照我跟Isa今天跟你分享的方法，你就慢慢開始去使用，你就訂閱完之後按取消訂閱，然後30天之後你發現，突然間這個訂閱沒了。如果你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的話，恭喜你，你可能就是工作不需要用 AI 的人，那樣也蠻好的啊。對，你就是回到原本的樣子，或是你根本就沒在工作，也蠻好的啊。就是可能環境非常的好，就不需要工作這樣。那如果你30天之後發現，哇，沒有了 AI 之後，我真的很多東西都做不了，其實是代表你需要它，而且它值得你投資。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那個 YouTube 的一些提問好了。有人問說，在使用 AI 的過程中，如何防止 AI 逃走？像是 AI 為了方便隨便挑選某一段之後，就覺得自己讀完了。我倒是有一個我覺得蠻有效的指令，當我要他讀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喜歡加上一句話，請你一段一段的讀，大家可以試試看。因為你引導 AI 怎麼去讀嘛。當你有時候發現 AI 分析一個資料分析的不夠細不夠好，我會告訴他我的分析方法，我的步驟是什麼。當你發現結果不對的時候呢，千萬不要覺得它很爛，也不要把這個 app 關掉。你要做的事情是追問。我覺得任何東西有能力邊界，你要他10分鐘做出一個報告，還是1個小時做出一個報告？那你心中就要知道10分鐘做出來的報告是什麼程度啊？是。那比如說，我讓他去摘要一篇文章，但我用的是比如說立即的模型，对不对？他幾秒就給我，那他的能力邊界就在這裡啊。AI 可以幫你工作，但我們要知道一些怎麼交派任務的最有效的方式。然後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問得很好，他就是說聯盟跟 Ether 會同時使用 Cloud Code 跟 Codex 開發不同的 agent 嗎？會怎麼樣去使用？會給他們共用賬號嗎？好，簡單來說呢，我就是2個都也在使用，甚至我3個。我的機制就是我所有的個人的知識文檔啊，都是放在一個大的資料夾底下。開 Mac 的給你看，就長這樣，這是一個完整的資料夾，所以裡面放了我的這個 agent， 這裡面有我的 memory， 有我的記憶，然後有我的 MCP， 然後有我的 skill。打開起來的，它的整個架構就會長這樣。你看，這是我的內容層，然後這是我的外部服務層。所以呢，你可以看我在 Cloud 裡面，我跟他展開一個新的对話，他會直接進到我這個 Raymond Agent 的這個資料夾，他叫我所有的知識記憶跟我所有過往的協作的專案。那我如果開 Codex 呢？好，你看這邊一樣有一個 Raymond Agent， 然後他其實有很多聊天了，他正在讀而已。我一樣在這個底下跟他聊天的時候呢，他能產生出來的效果就會是一樣的。那這個前提就是你去怎麼樣去拆你的資料夾結構。你2個平台都要有賬號啦，但是你不用因為 Codex 去額外有一個新的資料夾，然後用 Cloud Code 有一個額外的資料夾，你這樣維護2份檔案，你就缺少了一個工程師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 SSOT， 單一可信的資料來源，減少我們維護的動作，以免就是你在 A 資料夾維護了之後呢，然後你再回到 B 的時候，工作就變成一個割裂，因為它沒有你 A 的東西嘛。我自己最近也有一個體驗，就是因為他們甚至可以讀比如說 Google 的雲端資料夾，有時候呢我會覺得這件事情 Codex 是很會幫我工作沒錯，但當我要想一些企劃，跟他討論一些更深入的問題，比較是思考層面的話，我會喜歡用 ChatGPT， 但是他也可以去讀我的 Google 雲端硬碟，他也可以在上面處理文件，所以這時候我就讓他繼續處理那個資料夾，
把一些企劃想法寫進去。但有時候我會想要用 Gemini 去產出一些內容，然後也連接我的 Google 雲端硬碟資料夾，把它丟進去。那前2天呢 ，Google 雲端硬碟又推了一個功能，就是它在 Google 雲端硬碟資料夾裡面可以創一個 AI 專案助理，讓這個 AI 專案去管理那個雲端資料夾。所以我現在就等於有好幾個 AI 助手在管理我那一個，比如說 A 專案這個資料夾啊，同時可以處理他們各自擅長的工作。比如說擅長畫圖的就畫一張圖幫我丟進資料夾，然後擅長做工作流程編輯處理就幫我編輯裡面的一些資料文件，然後他們都可以各自工作，甚至有時候還可以同時工作。好，有一個問題說，在使用 AI agent 的時候啊，有時候會遇到他的回答已經超過我現在能夠理解的認知了，所以我會沒有辦法跟他接下去判斷。那這樣的情況下，兩位有是否遇到？你們會怎麼處理呢？我自己啊，就一定會去追問，比如說這個概念，這個關鍵字到底是什麼意思？然後甚至呢，後來我在我的比如說 Codex 這樣的 AI agent 上面，我就給他一個規則，我說任何時候你講到專有名詞的時候，你自動幫我寫一段白話的解釋。透過這樣讓我去起碼不要是看的這個一知半解。基於Isa剛剛講的，我講一個技術面的方法跟一個土炮的方法，就是在不管是任何的 AI agent 裡面，它都有一個核心文檔，在 Cloud Code 裡面就有個叫 Cloud MD。然後在 Codex 裡面有個叫 Agents MD， 這樣的核心的文檔呢，就是它無論你在開啟任何對話的時候呢，這 AI 都會去讀的一份說明文件，或者叫配置文件，裡面一定要寫說我是一個技術小白，所以以後遇到各種工程師的專有名詞，請用白話文或比喻的方式讓我理解你的方案，讓我可以更好選擇。所以另外一個問了另外一個方向，他就說很多人會用 AI 做自動化，會讓 AI 去幫忙做工作上的代勞，但想問問看Isa跟雷蒙有什麼方法讓 AI agent 可以去做那些超出自己認知能力的工作？我自己的一個方法是這樣子的，這時候我會把 AI 想象成一個外包工作者，就像我們在真實的職場，有些東西我也做不了啊，比如說設計一張圖，做一個網站，我也做不了，我就要外包給外面的工程師來做嘛。但這時候我會引導 AI 先去做一個讓他自己先去學習的過程，因為我對 AI 的預知是這樣子，就是說他感覺什麼都懂，但是其實是個白紙。他只是具備一些以后可以處理這些工作的能力。所謂的讓他去學，就是你可以引導 AI 去找資料啊，去找範例啊，然後去寫出一些相關的這個規則啊。比如說，讓他去設計這家公司需要的簡報的視覺準則，例如這樣，去找一些資料，找公司的簡報讀過，建立視覺準則，然後找一些怎麼做簡報的一些方法的規則，然後把它讀進去。然後接下來我才讓他說，那我現在我不會做簡報，但是我有一個大綱。你幫我用你學會的視覺規則跟簡報準則來完成這件事情。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是說，我相信一個人要做那件事情，你說你不會做，但是其中一定有你會做的部分。我顧好內容，但是我不會做那個版面。好，這時候就可以交給 AI。但我覺得要先讓 AI 去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流程。我覺得剛剛Isa在消失的時候，我講一個答案。我的答案其實是，當你不知道這件事情是什麼的時候，你沒有辦法下指令。就是人其實在認知的層面其實分了4個階段嘛，就是最未知的地方叫做不知道我不知道。就像你像一個小孩好了，他其實不知道什麼是網頁，所以他不會去跟 AI 講說你幫我做一個網頁，因為他的腦袋認知裡面沒有網頁這個概念，所以叫做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後Isa剛剛講的是上一個層級，就下一個層級，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過程怎麼做好的方法。我知道要做一個簡報，這個簡報的結果是我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做簡報這個過程的方法，要開 PowerPoint 還是開 Canva 啊，然後放什麼圖啊、色距啊、色彩學啊，變得好看啊，這些方法我都不知道，但 AI 一定都知道。所以你要讓他去找一些叫好的參考，你認為什麼叫做你們公司跟你需要的好的參考 reference 給他，讓他去拆解，拆解完之後去重新 redesign 去制作這樣。所以叫做你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基本上 AI 都可以完成8到9成。那你自己知道你又知道的事情，那通常是你享受的事情，那你就做。那或者是你就寫成一個 workflow 的 skill， 讓 AI 幫你代勞。不知道你知道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你其實已經很厲害了，但是你都已經出神入化而無自覺。這些事情就是你的判斷，就是你可能會覺得說我對於一道菜，我就覺得它這個拉麵就好吃啊。但是你其實能夠慢慢的分辨說為什麼它的好吃，你可能吃一口知道這個有加紫蘇，這個有加大量的蔥，這個是用蒜調出來的湯，就這個才是你厲害，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你知道這件事情。那這個東西就是你判斷一件事情的好跟壞。那這個東西來自於你做了大量的
任務跟你做了大量的事情，你累積起來的人生經驗。那就是剛剛醫生跟我在上半場很大量講的，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人應該要去擴增自己的生活的體驗，把那些重複跟繁雜的事情讓 AI 去做掉。那你擴增生活體驗的時候，你才有累積自己的這些判斷跟認知能力。有人說，關於企業要導入 AI agent 啊，你建議會導入高扣 Codex 跟 Anti-Gravity 何者呢？或者是說模型不是重點，還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樣讓我們的公司開始有導入的第一步？醫生認為是什麼？我覺得以我現在接觸的現況，第一步其實是根本就很難導入的，因為資安啊什麼等等的問題很難的，因為你得安裝一個軟體在你的這個電腦端，得讓它去使用你電腦當中的資料夾。這個可能不是我們，如果你是一個個人工作者，你可能很難去觸動到這一塊的這個企業的這個決策啊，除非你是一個這個管理者。然後不過當然，如果你是程式團隊，那又另當別論了。因為程式的團隊現在幾乎天然的，你必須使用這些工具來去進行一些這個處理，這樣子。醫生的答案直接講很難導入，這樣很難啊。對對對，因為我在大多數的企業裡面，就除非你是工程團隊，原本就需要用 Cloud， 原本就在寫程式，要不然如果你是比如說在做企業的工作、金融的工作，幹嘛，這個要導進去，其實會有一定的這個難度的。不過當然，如果像我們這種知識工作者，沒有這麼多的限制的時候，如果要導進去的話，我覺得我自己的想法其實是，我會傾向於可以先從比如說 Codex 這樣子去導入看看，因為我覺得它對於一般人非寫程式，你完全不寫程式的話，會是一個比較容易入手的這個角度。對，我覺得是整個公司要一起導入的話，真的很困難，因為你要去想辦法去授權，就是你到底哪些東西要授權，哪些東西要給它權限，哪些東西不要給它權限，所以光這些權限的打勾跟打叉你就起笑。所以我覺得導入的第一步都會從個人做起，就是大家不用去想說啊，我要一整個團队導入，你應該如果你是主管的話，你要開始去抓說你自己的部門哪些人是比較願意學習、有好奇心的，也讓這些個人開始先去使用，使用了之後呢，他自己的工作成效起來了。他自己做出了自己可以幫助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然後其他团队的員工看到了之後，應該會心生向往，然後會互相學習，然後讓大家都有一個正常的協作的一個大家都有自己跟自己的 AI agent 協作的一個認知，或是一個習慣，或者是可以想象就是他的素養是好的時候呢，再去談一個共同的團隊，以免就是大家都沒有任何的素養的時候呢，就他可能會跟 AI 講說，幫我清理一下這個資料夾。你這個中文翻譯的英文是非常可怕的，他會把這個資料夾全部刪了。哦，你講整理清潔，他就以為是要 clear， 他就把你全部清空了，對吧？所以我會覺得接下來的1-2年哦，應該是每個人都要先帶自己的小夥伴先養，然後協作一段時間之後呢，慢慢的公司就會慢慢改變。好，那我也問一個最後一個問題，因為3年前我們有一個直播嘛，那現在是3年後的一個進化跟一個演變，所以我也想要聽聽看，如果3年之後啊，我們再來一個對談的話，你會希望那個時候的，就是未來3年後的 Ether 啊，已經完成或是做到了什麼樣的事情，或是可能還有什麼樣的挑戰？我覺得我的一個想象是說，畢竟我們某個程度都是自媒體，都像是個人的知識工作者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到那個時候，說不定我們在聊的已經不是很多工作技巧啊、工作方法啊、怎麼操作這個工具的問題了，因為這會越來越簡單。所以說明到時候我們在聊的是，反而又說不定有機會又回到了那些更形而上的那些方法論、觀念，然後你的人生目標，類似這樣的問題。但我們現在不會聊這個，因為那個努力工作都來不及了，還去聊這樣子的問題。但是未來說不定 AI 會幫我們真的取代那些所謂的努力工作那些瑣碎的步驟了，而且它的操作也不用，說你也不用人家去教它了，也不用人家去教人家怎麼去用 AI 了，因為它可能已經簡單到任何人都有辦法去驅動它。可是這時候就會變成是價值觀，然後你的哲學、你的工作邏輯、你的最上層的那個方法論，那才是真的值得聊的這個題目了。
聰明工作跟努力工作這件事情，可能在這3年之內就會被解決。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怎麼好好生活了，好不好？就是當工作都被取代了之後呢，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是啥？可能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神奇的對談。今天很謝謝Ether來參加我們的直播分享，然後對談了很多關於 AI 時代的工作流啊 ，AI agent 的工作的設計，以及身為一個內容創作者，或是身為一個學習者，未來在 AI 的時代，我們怎麼樣去生產內容？我們怎麼樣去學習？各有不同的機制。謝謝大家，那我們就下一期再見了，拜拜拜拜。謝謝大家，謝謝雷蒙，拜拜。